记录把玩时光，我是 Hunter，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，就是眼前这款来自 Mobile Legends 蜘蛛侠复古挂卡系列里面的这款强心剂。这个角色呢，初次登场于漫画的1990年的篇章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作为这个蜘蛛侠的敌对方出场，然后还跟这个蜘蛛侠以及犀牛人发生了一系列的碰撞和故事啊。他本身呢是一位就是医术非常高超的外科医生，为了拯救自己的弟弟呢，其实投身于不同的这个研究里面，但最终是因为这个药物集团以及医药系统的腐败，导致呢他弟弟的身故啊。最后呢，他自己是把自己的这个心脏改成了一个小型的贝塔粒子发生器。我去了解了一下这个东西呢，其实跟托尼史塔克做的事情差不多，只不过呢也是把自己相当于肉体上面进行了一个非常逆天的改造，强化人的这种设定。反正在这个后来的故事线里面，他也是一直出于一种义警的这种身份，然后和蜘蛛侠亦敌亦友的这个存在。那人物介绍就到这边，我们回到玩具的本身啊。这次玩具我最大的疑惑就是，无论是这边的插画，还是背后的这个就是把玩示意图上面，它都是有画出这个人物的瞳孔的，但实际上玩具最终的设定里面，这个瞳孔呢并不是特别的明显。待会儿我们开箱了，看一下实物表现到底如何吧。好的，本款强心剂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。没想到有一说一，目前现货价格大概是在1张出头的这个样子。我觉得这款玩具还是比较能够达到预期的。配件量方面，有一对这个握持用的替换手型，而且呢，强心剂的这个主要武器呢是配合这个静电脉冲的，或者说是那种脉冲电棍啊。这个高科技的棍子呢，它是怎么说呢？反正使棍的这个角色呢，最好还是配上这种上下活动手腕的这个手型，会更加符合它的这个动态。这一点呢，我觉得海之宝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的。然后全新的这样一对特效零件，当然呢，我是希望它能够出2组啊，就是它这个头尾各一组，看起来会比较霸气。但是很可惜啊，毕竟还是我们熟知的那个海之宝。这个特效件呢，那明显就只能这边有一个豁口，然后这边有个头子，一定是只能这个样子一一对应的去装，不然的话呢，它可能就装不进去。装好之后呢，它这边这个卡扣还稍微有点紧啊。反正现在天气还不算太暖和，反正大家还是小心把玩。搞完了之后呢，有点像那种棒棒糖，而且还是含过几口的那种大型的棒棒糖，但是整体它想表达出那种静电的效果，大概这个还原度有个6-7成的样子，还行，大概就这个样子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个棒子啊还是稍微有点软的，这个支撑力度并不是特别够。这次的重点呢还是这个本体部分，身高呢我们简单看一下，比一般的蜘蛛侠人偶要高出半个头，也是一个常规的肌肉素体。但这次的这个肌肉素体上面呢，做出了非常多新规的零件啊。我们简单来看一下，首先呢，基本上乍眼看过去没有什么以前见过的零部件。这款玩具呢，我们还是360的旋转看一圈。它被称为强心剂啊，其实一方面根据它的这个心脏进行改造，同时呢，它身上这种闪电类的条纹，与其说是闪电，这样看大家就明白了，其实是心电图，对吧？这样呢一节一节的这样一个特征，那也符合它的这个能力设定以及人物特点，这一点我觉得设计上是比较亮眼的。身上这种灰蓝色，再加上银白色或者说珠光白这样的甲胄搭配在一起，我觉得是挺好看的，在蜘蛛侠系列的人偶里面也算是比较特别的存在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头雕表现。有一说一啊，这次的这个头雕呢，说实话呢，跟官图还是区别就是跟它的插画区别还是挺大的。瞳孔其实仔细看的话是有做印刷，只不过非常的浅，而且呢，面部表情与其说是这个愤怒，它就是那种很痛苦的这种龇牙的表情，眉头紧锁，可以看起来他是一张非常苦大仇深的脸啊。这个人肯定是经历了非常就是
也就是非常悲惨的事情，然后才能做出这样绝望啊，以及要把后槽牙咬断的这个表情，看起来呢还是非常生动的。身上的这个细节，你可以看到甲胄上面，是有做出一些类似于褶皱的这个痕迹，包括这个衣服呢，这个衣服也算是一身战甲，但是上面好像包了一层布的这个样子，具体设定是怎么样，我们也不太清楚啊。反正就不多做讨论了。但是有一说一，这次这个蓝色的软胶零件，手臂软胶零件好像有一定程度的缩胶，感觉这个胶呢在镜头面前显得非常的浑浊。然后再看到下半身部分，无论是手腕还是这个腰部、胸部啊，这些零件好像都是新规的。包括呢这边绑带的这个部分呢，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绑带，它是个上下可以就是并不能活动，但是它连接到这个下半部分去了，还算是比较有意思啊。就是各种装备，它自己装备的这种小口袋就分布在身体的大腿、小腿以及小臂上面。整体来说看起来有那种复古科技感，整个观感的一体性是非常强的。那么接下来玩一下它的可动性。头条方面的抬头、低头幅度呢并不是特别大，双段的这个球形关节，但是也就是仅此而已了。然后这边手臂360的旋转不会有任何的干涉，而且有一定的齿位。这一次的这个软胶片呢，它是跟着大臂一起走的。平台方面的话呢，略小于90度，二头肌旋转没有问题，双段关节的这个曲肘，而且呢，这个年代呢，基本上这种冷门角色都是无孔关节，上下就是腿部都是。胸腰关节呢，这次做成了一个反正就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挺胸幅度15度。弯腰幅度10度，向左向右侧腰各30度。反正我觉得这个角色呢，想摆出一些动作来说已经完全够用了。但是呢，会对他这个紧身衣的造型线条有所破坏。不过呢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可动性，胸腰关节核心部分不算太强，但是好在这个没有说非常松动，一体性还不错。前踢90度。它这个地方前提也是它取消掉了这边的这个大腿的平转，它的大腿平转是放在这个下半部分的，反正功能性是保存了，但是这样一看，乍看之下，这个护裆还有这个地方的一体性是蛮不错的。一字马的部分呢，也是理所当然的可以做到接近于180度。好，双段关节的这个屈膝幅度可以到这个程度，勉强能够够到自己的后腰的程度啊。小腿没有旋转，比较可惜，但脚部的这个接地前后非常紧实，且交代的很清晰。总的来说呢，这款玩具冷门角色，那目前可能价格还会一降再降。我觉得感兴趣的朋友呢，不用第一时间去冲了，因为这种角色虽然孩之宝它出一次不一定什么时候还会再出，但是呢，毕竟这个角色够冷门了，所以说呢，首先呢，你还是得看这个角色呢到底合不合你的心意，对吧？而且现在呢，你看这款玩具目前把玩到就是5-6分钟的时候，也没有什么太多就是令人惊叹的地方，包括呢这个新规的素体以及特效键。反正这个特效键呢，我说实话看起来真的很像棒棒糖，对吧？但是毕竟在孩之宝的玩具里面也算是就是比较有新鲜感了。如果你对这个角色呢有一定的这个，比如说你是动画党有一定的情节的话，我还是非常推荐的，因为这个角色呢确实在其他的厂牌上面应该是永远都不可能出的，因为它实在是太冷门了。有的时候呢，看评论区说这个买 Marvel Legends 的冷门角色就像集卡一样，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，但是它跟卡片不一样的是你可以在手上进行把玩，然后甚至去拍一些与图片不一样的这个照片，这就是可动人偶存在的意义之所在。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喜欢可动人偶的一方面。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视频的话，不妨点点赞、点点关注，支持一下拖延航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